叫醒你的耳朵，欢迎收听8月19日星期一的悦动首尔。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人低 NCT Dream 的成员黄仁俊，很开心又能在周一的晚上和大家见面了。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出去运动一下呢？希望大家可以趁这样的好天气多多出去运动一下，然后呢多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也可以获得一周的加油的动力。让我们来一起听今天的开场曲 Vanilla Acoustic 的 오래 기다렸어。 欢迎大家走进8月19日的悦动首尔。今天的开场曲为您带来了 Vanilla Acoustic 的 오래 기다렸어。 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 보고 싶었어 너 없는 동안 하루하루가 행복할 수가 없었어。 也就是没有大家陪伴的日子怎么可能幸福呢？周末的2天真的非常想念大家，希望大家也是和我一样的。希望呢新的一周有悦动首尔的陪伴，能给大家增添多一点的幸福。开场我们已经聊到了天气嘛，虽然白天还是有点热，但是其实已经能感受到就是秋天的气息了。然后呢，希望美丽的秋天能快点到来。好的，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也可以发送到邮件到 tbsefm 悦动 @gmail.com， 或者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在韩国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101.3， 或者下载 TBS 手机 APP 软件进行收听。如果您在国外无法使用以上的方式来收听的话，你也可以进入 TBS 官方网站 tbs.seoul.kr 点击 EFM 进行收听，也可以在 YouTube搜索 TBS EFM Live Streaming 来收听。想听往期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可以下载 팟빵 APP 搜索 악동서울， 或者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悦动首尔，就能听到往期的节目了。下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We are Dreamer， 有梦想的朋友请到悦动首尔来。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打卡悦动首尔的各位都是追逐梦想的人，每天这个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发送给我们到井号1013，或者 TBS EFM 悦动 @gmail.com， 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进行交流。打卡的时候呢，请大家要告诉我们你是来自哪里的，今年几岁，梦想是什么等等，我们会在这里一起为大家加油打气。希望悦动首尔能够成为支持大家梦想的地方，我在这里等你哦。下面就来让我们一起看今天有哪几位听众朋友们打卡我们悦动首尔了呢？首先第一位朋友的昵称为陈萌萌，他说：仁俊你好，我是来自广东东莞的陈萌萌，今年15岁，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老师，我很希望可以和小孩子成为很好的朋友的同时，还可以教给他们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职业，加油仁俊，也以后也要照亮我们的世界。照亮你的世界，好的好的，我会尽量努力照亮大家的世界的。然后呢，首先呢，这个教师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像你说的一样美好的职业，可以教授小朋友们啊很多知识啊，可以就是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我在这里支持你，为你加油。下一位朋友的昵称为17岁，17岁，这个叫 and 陆校陆校草，他这个中间这个符号我不知道念什么，反正一个符号。他说
人第一周也好呀，我是圆圆，马上就要开学了，而我为了准备考研，假期都没有回家，有点想家了。现在的梦想是顺利考上研究生，等到考试结束去看你的演出。东北西子都可想你了，加油！哇，东北西子你都可想我了是吗？好的，那我们演出呢有好多演出在等待着你，所以呢希望你可以顺利通过你的考试，然后呢来看我们的演出，我为你加油加油。下一位朋友的尾号为0616，他说런디 안녕하세요. 저는 한국에 사는 런디의 누나 팬 예림이에요. 저에게는 5개 국어를 하고 싶다는 꿈이 있었는데요. 런디를 좋아하게 된 후로 중국어를 배우기 시작해서 HSK 3급에 합격했고 곧 4급 시험을 볼 예정이에요. 저의 꿈에 한 발짝 더 다가갈 수 있게 해줘서 고마워요. 제가 그런 존재라니 너무 영광스럽네요. 그렇다면 4급도 4급 시험도 순조롭게 통과할 수 있게 합격할 수 있게 제가 빌게요. 화이팅! 他说呢他是住在韩国的我的姐姐粉，然后他叫耶林，然后呢他说他原来的梦想是学5个国家的语言，然后呢就是通过认识到我之后呢他开始学了中文，然后呢也考了 HSK 3级的考试，然后也合格了，然后他也想考4级，然后呢我就说在这里会为他加油，顺利通过4级的考试，加油。下一位朋友的尾号为4972，他说저는 간호사를 준비하고 있는 간호학과 학생입니다. 제가 하고 싶은 일이기 때문에 최선을 다해서 준비하고 있지만 때로는 생명을 다루는 일이기 때문에 잘할 수 있을지 걱정돼요. 응원 한마디만 해주세요. 와, 사실 간호사 혹은 의사 이런 이제 사람을 구할 수 있는 이런 직업은 정말 너무나도 대단하고 항상 고맙게 생각하고 항상 너무 아름다운 직업인 것 같아요. 근데 그만큼 또 스트레스가 또 많을 것 같은데, 근데 저희 모든 분들이 항상 응원하고 있으니까 항상 저희의 응원을 받고 좋은 마음으로 정말 생명을 다뤄줬으면 좋겠네요. 항상 응원하겠습니다. 화이팅! 他说他是一位就是护士，然后呢他说就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去救生命啊，或是去维护生命。他说有的时候也很就是担心，然后希望我能为他鼓励一句话，然后我就说这个职业是一个很美好很伟大的职业，然后呢可以就是救很多的生命嘛，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很有负担，所以呢我就告诉他说所有的人都会为这个职业加油打气的，所以不要担心，加油。到这里呢就是大家的留言，感谢大家的留言，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下面呢给这些有梦的朋友们一首歌曲 NCT Dream 的 사랑한다는 뜻이야， 大家追梦的旅途当中呢一定会有我们的陪伴的。잠깐만 are you ready 내가 신호를音乐中的人生故事，欢迎大家来到悦动首尔，和人迪一起聊音乐聊人生。这里是周一的栏目乐有一句，首先欢迎我们的大可爱嘉宾国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人迪的老哥哥大可爱国振。欢迎欢迎欢迎。你知道吗，这个上周节目结束之后，这个我不光是在网上收到了很多你粉丝的留言，同时你知道咱们这个6点到8点有一个新闻节目叫做新闻在路上，然后这个新闻在路上的主播木真姐姐呢也有给我打电话，这个刚才回家下班的路上听见你们两个对她来说都是小可爱的两个小朋
友这个互相称大可爱小可爱的，然后说实在是被乐得特别开心，然后这个说一定要电话表扬一下，这也转达一下这个新闻主播来自新闻主播的对人弟的这个夸奖。反正很开心，在周一呢又能再一次见到我们大可爱国振。对，这个因为上周是录播，然后也是时隔好几天见到了人弟，怎么样，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很忙，很开心，很幸福，很充实，对，很充实。那国振过得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呢，我的研究生院有一个毕业典礼，然后这个作为我是学生会主席，哇，所以这个在这个周末一直在忙着准备这个各种和这个毕业典礼有关的东西，就包括送给各位前辈们的这个礼物啊，还有这个一些就是我因为还要作为这个在校生代表要向他们就是致以这个演讲嘛，是的。然后我就在这个准备这些过程的时候就联想到了这周的主题，就是想到了和友情有关的事情。那这周主题就是关于友情的。对，没错，所以我准备的主题就是最好的友情。因为这个我在看到就是准备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看到，因为像我们研究生院的话要学习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庞大，然后因为像我是准备同传嘛，我们的课时很多，真的是几乎一整天都要和我们的同学泡在一起，这样的话其实在研究生期间也会积累下来很多的这个深厚的情谊，对对对。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友情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对对。我就突然好奇，人弟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朋友这一词？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部分。在我人生当中，朋友呢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一两个就是最深的朋友，我感觉已经都足够了。因为但是我觉得你身边已经有非常多的好朋友了，这个包括当然，对对对对对。我们成员呢，就是更像家人一样，就是每天都会见面嘛，对，就是一起这个共度时光的，对对对，一起可以说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朋友，是不是？对，随着最近的通讯发达嘛，我们和朋友联系起来也变得更方便了。对，没错。无论是在就是多远的地方，都可以1秒就能联系到他们。是的。那国振平时是通过 SNS 联系朋友们吗？对，这个回想一下，好像我们像我就处于这个信息化、数字化这一代的。就是中间的这一代，对对对对对，可能像任俊，你可能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用上手机了，是不是？小学在6年级、5、6年级的时候，你也是小学5、6年级吗？因为我是差不多小学5、6年级的时候用上的这个手机，是的，是那时候就对对对，所以你想小时候的话，其实就是大家住在一个院里头的话，就是出门吼一嗓子，对对对对对，吃就是一块玩，对对，然后来我们家吃饭，对，属于就是非常原始的状态。但到后来的话，我们其实就通过手机打电话呀、发信息啊，然后再到后来的这个 SNS 软件，就是我们可以各种聊天。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粉丝朋友们，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朋友，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有没有觉得在线上沟通变多了，但是却见面的时间就变少了？没错，可能因为工作忙也好，或者是由于这个大家更多的是线上交流，而太容易了嘛。对对对，少了线下这个互动的时间。是的，我们呢可以交到朋友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很多人都会说学生时代交到的朋友是最容易成为陪伴我一辈子的好朋友。国振怎么看呢？我觉得其实这句话没有错，就包括像我的话，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交情最深的那些朋友就是高中同学，差不多在小的时候，高中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时候已经有了一定成熟的心智。那每个人对友情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但我相信每个人对朋友的那份爱都是一样深厚的。友情呢，不必朝朝暮暮，但一直都会牵挂。下面送给全天下所有有情人一首歌曲 Randy Newman 的You've Got a Friend in Me。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Randy Newman 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这首歌曲是动画片《玩具总动员》的 OST。 其实小的时候玩具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朋友了。对，没错，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对对对。那国振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呢？我想想，我小时候其实我觉得任俊你小时候应该开始玩的都是电子游戏了吧，是不是？是什么小卡车呀这种。也有就是实物玩具吗？我以为你都是打游戏机的那种。坐在小卡车里就是走那种妈妈控制我。这是不是富二代级别才可以享受的这个理由？因为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小时候的话就是很多都是在户外玩的游戏。对对对。我觉得说出来我怕你都不知道，就比如说丢沙包丢沙包我知道啊，丢沙包你知道也玩。然后还有像什么我刚才突然想起来的一个就是有点像韩国的 얼음땡 那个游戏，3个字1、2、3木头人，3个字什么都有，类似。对，还有什么老鹰抓小鸡儿什么的。对，这都是小学经常玩的东西。这都是小学玩的。对，勾起了你的童年回忆吗？就是小时候最喜欢就是气球。今天我们的乐有一句的主题呢是最好的友情。大家有什么关于友情想说的呢，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的。好的，在下面我们要推荐就是到我们要推荐歌曲的时间了。那国振今天为我们准备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这个第一首其实我想到友情有关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说实话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周华健的朋友。但是因为太老了你知道吗，就是只要是一提到朋友的话好像大家都提那个歌曲，所以就是换了个稍微 young 一点的歌曲。那就是来自 B2B 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Friend。 对，把朋友变成英语了。是的，这首歌我也好像有听过，是一首旋律非常好听然后轻快的歌曲嘛。是的，没错，歌词也是描写了就是友情的定义。那国振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哪一句呢？有这么一句歌词我觉得其实非常的感人啊，那就是可能刚才任俊也提到了和这个有关的主题。先读一下韩语原版的歌词。好的。어쩌면 가족보다 나를 더 잘할 수 있지. 다른 표현으로 말하면 You're my brother from another mother, sister from another mister. 피는 안 섞였지만 별다를 건 없어. 然后我觉得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亲密度可能比一家人有过之而不及，换句话说你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虽无血缘关系却情同手足。哇，这个哇，因为刚才任俊也提到这个成员可能比起是一个朋友更像是家人一样的，特别奇妙的就是对，像朋友像家人一样。是的，因为像这个我们都知道 B2B 这个团队他们也是整个在娱乐圈里可以说是这个组合非常关系深厚的一个组合了。然后就在他们的这个队长这个徐荣光他入伍之前呢，有一起发布这首歌曲，然后以此来我觉得算是写一个这个顿号吧，为他们的这个活动写一个这个逗号。然后可以说他们也是通过这首歌来描绘了他们之间的情谊，所以也是他们的这个队员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没错。哇，我好期待这首歌呀。其实我刚刚呢一直就是想说这个，就是在我看这个留言板上啊，有好多人在说 얼음땡 好像他们听懂了这句话。对，我们在说游戏的时候是吗？就有空感。对，那就赶紧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因为我们第一部的时间也要差不多了嘛。我们在第二部继续聊今天的主题，最好的友情。让我们来听来自 B2B 的 Friend。 我们第二部见。欢迎收听悦动首尔第二部的节目。第二部我们为您送上的依然是乐有一句。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TBS 互动和我们进行交流。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来读几条大家的留言。我来读韩语，然后呢国振来为我翻译吧。好。第一条朋友因为朋友们发来的都是关于友情的短信嘛，应该是和今天主题有关的消息。第一条的昵称为런디 사랑순진，他说런디 저는 런디랑 동갑인 올해 20살인데
저는 친구들 중에 초등학교 친구들이랑 제일 친하고 아직도 연락하고 만나요. 这个第一条短信呢，这个昵称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咱们 TBS APP 或者是在 YouTube 上留言的朋友，他说到说人低我和人低同岁，今年20岁，那我和我的小学同学至今还保持着联系，而且跟他们是最亲的。那这个怎么样，人低怎么想？你现在和小学同学还有联系吗？当然啊，也有见面。对，因为几乎我们小学朋友和中学朋友和高中朋友都是差不多的人，都是一波人，对，所以我们都关系也很深，是不是？几乎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也算是这个发小了啊。发小。下一位朋友呢，尾号为9579。他说저도 친구들을 좁고 깊게 사귀는 편이라 엄청 오래된 친구는 10년 가까이 돼요. 서로 성향을 완전히 파악해서 서로를 온전하게 이해할 수 있는 사람이 가족 말고 있다는 것에 감사해요. 这个9579的这位朋友说到说，我是属于那种这个交朋友交的比较深的这种类型，所以他很多朋友都是这个交往了将近10年，所以对彼此的性格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也是非常感激这个除了家人之外有这样的一波人能够如此之深的了解自己。是，对，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对，其实是一个幸运。是的，是的，我还没有就是回答他们嘛，因为他们是朋友。 일단 첫 번째 런디 사랑 순지는 저랑 친구네요. 친구 오늘 올해 성인 된 거 축하하고요. 또 친구는 또 당연히 초등학교에 만난 친구들이 또 오래 가긴 하죠. 저도 그렇습니다. 꼭 그 우정 쭉 연결 쭉 뭐라 해야 되지? 쭉 이어나가길 바라겠습니다. 네. 그러면서 이제 두 번째 9579님의 님은 또 이제 좁게 사귄다고 했는데 사실 뭐 사람들마다 다 그렇긴 하죠. 다 깊게 사귀고 좁게 사귀고 또 오래 사귀는 그런 친구들이 딱 1명 2명씩 있잖아요. 똑같이 쭉 오래 갔으면 좋겠습니다. 下一位朋友的尾号为7461 说 영어 학원 가면서 런디 목소리 듣고 있어요. 짜요. 아주 짧고 강렬하게. 对，7461这位朋友应该是边听人低的这个广播，然后边去这个上英语补习班。我觉得他这个听了人低的这个节目之后，是不是会选择以后去听汉语补习班呢？补习班，你可以用韩文简单的回复他一句。 영어 학원 가면서 저의 목소리 들으면은 이제 중국어 공부도 하면서 영어 학원을 다니시길 바라겠습니다. 영어 공부 열심히 하길 바라겠습니다. 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感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在开始之前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人低。第二部继续和国振一起聊今天的主题，最好的友情。我们在生活中就是无论与谁相处，其实都避免不了磕磕绊绊。对，没错。朋友也是一样的，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小矛盾。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国振是怎么来处理的呢？我觉得要是搁以前的话，放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男生之间可能就是一言不合就会打一架，对对对对，干一架。这个可能其实打一架之后呢，我们就是虽然可能当时这个气结了，但是这个事后你知道回家之后各自都会被各自的父母批，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其实挨了一顿呲儿之后，就是我们就会反省啊，那是不是其实我对，比如说我们俩吵架了，我是不是刚才对任俊有点过分，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去跟他道歉呢？对，然后两个人就其实男生嘛，其实男生也很懂事的。要在这里这个为男生代言，对吧？你任俊也不是，任俊是不是也是会有这种情况？对啊，我也就是小时候和朋友们吵架的话，也是有的时候会就不满就吵一架干一架这样，但是这也就是小打小闹。对，小打小闹之后呢，其实就谁都不好意思去先道歉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就会聊天，就聊着聊着就变亲了，然后就开始聊得更亲，就对对对对，每次吵完一架会变得更亲。对，其实真的是吵过之后呢，就要么就是完全绝交，对，从此就是我再不跟他这个走一条路，要么就是真的就会变得真的是至亲好友。对对对，没错。
是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那接下来就所以这个聊到吵架，两个人都兴奋了，因为这样，所以接下来我就想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这种就是男生之间吵不散的友情。但是说实话，我并没有说可能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歌里头提到了吵架呀，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不要误会啊。友情是重点，对对对，友情是重点，吵不散的怎么样都不会被影响的友情才是重点。那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FBOYS 的一首新歌《我的朋友》。哇哦，这首歌曲那歌词我很期待呢，是什么样的呢？对，我给大家介绍一小段歌词，因为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吵架有关的事情嘛，在这个歌词当中就有这么一句：朋友怎么吵也吵不散，感应彼此的心，一句问候就暖。朋友抵挡时间的考验，当你迷失，海岸灯塔已为你点燃。哇，我非常赞同这里的一句话，就是朋友抵挡住时间的考验。时间真的，时间可以检验就是很多东西，也包括友情嘛。对，没错，就像刚才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当中也有朋友是属于这种就是交朋友交得很深，然后而且就是日久见人心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相信就是包括任君你刚才也有提到，虽然和可能现在的成员们关系也很好，但是也有一群朋友就是陪伴你时间很久的这些老朋友，是不是？是的，没错。就说到时间的考验呢，其实真的我觉得就是好久不见了，但是就一见面也一点都不尴尬，然后就跟昨天刚见了一样。真的是好朋友就会这样。那这首歌是在不久之前发行的新歌对吧？对，我们这个前不久不是有为大家推荐新歌，当中有这么一首歌是这个第一次告白嘛？是的，其实是和这首歌曲同步发行的，也是今年他们6周年的一首新歌。那至于 TFBOYS 呢，我们感觉已经提到了太多，我们就不再这个赘述了啊。好的，TFBOYS 最近发行的就是新歌频率非常的频繁，相信他们的朋友们就是朋友们去了相信他们的歌迷呢都应该会非常的开心。那我们还不如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很期待这首歌曲 TFBOYS 的《我的朋友》。嘿朋友啊，你在干嘛？我出丑你笑得最大。嘿朋友啊，不是吧？上面听到的歌曲就是 TFBOYS 的《我的朋友》。对，哇，这首歌真的最后有一个词，这个你的什么位置没人替代，没人可以替代。我觉得就真的是一个好朋友在你心中的这个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不是？好，下面呢为我们推荐的歌曲是什么呢？那接下来第二首和这个友情有关的歌呢，是来自韩国一个二人组的歌，是他们就是악동 뮤지션，对，악뮤他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그때 그 아이들은。我个人非常喜欢악동 뮤지션的歌曲而且他们是哥哥和妹妹的组合嘛，在韩国歌坛也是非常就是少见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在网上我知道的可能这种兄妹组合应该就是这个手拉手那个组合吧。对，这个那都是88年那会儿的事情了，应该是。对，他们是这个13年也是一档这个选秀节目出身。对，因为我是13年才来韩国留学，所以当时真的是来韩国之前就开始关注这个节目。我也是。真的吗？对，在中国的时候，对。所以当时我还有这个想尽一切办法上网给他们投票，因为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组合。是的。这首歌当中呢，那最触动国振的一个歌词是哪一段呢？那这样我就直接话不多说，给他们推荐给大家推荐我最感人的一段歌词，那就是지친 꿈을 이끌고 계속 걷다 보니 첫 발을 함께 떼어 달려왔던 친구들이 곁에 없다는 걸 어느 순간 깨닫게 되지. 함께 이뤄갈까 성공해 다시 보자. 지금쯤 현실의 처음을 겪고 있다면 그때와는 다른 웃음을 짓고 있으려나. 那我觉得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追梦之路坎坷不易，放眼望去呢，当初一起追梦的同伴又身在何方？当初要一起成功在顶峰相见的允诺，在现实的沟壑面前是否
又会有其他的感受。就我每次感觉就是大可爱为我们翻译过来之后都非常有诗意感，没有，因为像尤其是这个韩文歌词它本身就非常的有这个，就感觉像是中文歌词一样，有这个韵味在里面。对这样这个你们要是出中文版的话，大可爱考虑给你们翻译一下这个中文版歌词，好期待。这个就像这个歌词当中，不知道这个人弟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其实我感觉就是长大之后嘛，都变得很忙碌了，然后呢就是很少就是会慢慢的疏远一些朋友。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我们的感情变淡，而是生活所迫的。对，这个其实迫不得已，就像这个你也好我也好，我们其实身在异国他乡，可能迫不得已和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其实是身处两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情感就有变淡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依旧可以通过各种这个线上的消息啊，这个可以跟他们实时交流。这就仿佛这个西子你们，对啊，虽然可能在中国，但是他们对你们的这个爱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距离而一样能感受得到西斯尼对我们的爱。东北的西斯尼，不管是哪里的，中国的还是哪里的全部我都能感受到你们对我的爱。感谢大家的爱。其实对的，我感觉因为我和我的朋友们就是在两个国家嘛，就是偶尔他们会来韩国，那可能我们会见一见啊，就很少有这种机会，但是见到的话其实也一点都不尴尬。真的是这个我也有一个故事可能分享，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我有去参加我一个高中女同学的婚礼，然后这个其实我是09年上的高中嘛，所以其实我跟他们认识也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哇！但是真的是仿佛就是前2天还在教室里头一块打闹的那个情景，对，就是仿佛真的是就像昨天跟他这个说再见，没想到今天他就已经嫁人为人这个妻，真的是非常感人。好的，那我们就来听歌吧。希望大家都能重视那些因忙碌而走失的友情。来听这首악동 뮤지션의 그때 그 아이들은. 지친 꿈을 이끌고 계속 걷다 보니 첫 발을 함께 떼어 달려왔던 친구들이 곁에 없다는 걸 어느 순간.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악동 뮤지션의 그때 그 아이들. 그 아이들은这首歌我真的听的时候感觉这个旋律非常的好听，对，尤其是再配上这2个人的这个和声，真的是非常的感人，是不是？兄妹嘛，哇，真的太好听了。那国振觉得最好的友情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提到最好的友情，其实可能一些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当中，一些可能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是会觉得如胶似漆的这种闺蜜也好，或者是兄弟也好，可能才是真正的好朋友。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像这个老哥哥毕竟稍微年长了一些嘛，没有，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这个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误解这句话，其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这个水并不是说2个人的关系要多么的疏远，或者是就是多么的怎么说呢，就没有那么就是经常见面或者频繁，和这个无关，就是2个人之间真的是抱着非常像水一样纯净的纯粹的感情，对，去关爱对方。对，我觉得这样其实才是一个就不带任何功利性的，所以才说小时候的朋友才会这个持续的很久嘛，对，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朋友最好的关系就可能是2个人在一起，2个人都非常的舒服。对，没错。就特别想和那个朋友在一起玩这样。对，可能就是你不用想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要下1秒钟说什么样的话题，或者太尴尬。对，也不必每天视频或聊天，就是当一种强求的这种心态。当一个人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另一个人也会就是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帮他。我觉得这就是友情吧。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到推荐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是的，这个最后一首歌是啥呢？最后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这个3个女生来演唱的一段这个闺蜜之间的情感。谁呢？是陈意涵、薛凯琪、杨子姗这3位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一起老去》。
这三位为什么会聚在一起演唱这首歌呢？这其实是一部这个讲述这个女生之间的这个友谊的一个电影有关的一个闺蜜，对，闺蜜有关的一个配乐，所以呢他们其实讲述的就是通过这首歌曲讲述的就是这个女生之间的可能我们不能亲自去体会的这样的一份情感在里面，因为这个真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情感和这个闺蜜姐妹之间的这种情感，其实每个人或每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都会可能有些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有着相通之处，但可能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所以这个为了我们的我相信广大听众朋友们当中女生应该占多数，所以也有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今天我这部电影我会去好好看一下，能够在一起长大呢就是很珍贵的嘛。那这歌词当中最打动国振的是哪一句呢？其实在歌词当中有这么一句，那就是当生命的宴席渐渐的散去，我们要依然聚在一起，举杯回忆那首当时的歌曲，那场冒险，那不变的友谊。对，需要这个度过一段的就是经历过时间的考验，也不变的真情，这才叫真正的友谊，是不是？这个歌词我真的非常喜欢。当就是生命的宴席渐渐散去，我们依然聚在一起。当这个曲终人散，唯有你留在我身边，这种感觉是不是？是的，是的。聊了这么多关于歌曲和就是故事，关于友情的歌曲和故事，大家是不是也更珍惜身边的朋友了呢？在印第安语当中的朋友的意思就是陪着我悲伤行走的人，无论喜怒哀乐，希望朋友们都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好的，到这里今天的乐友一句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我们的嘉宾大可爱国振也谢谢人迪陪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那我们周五见。周五见。 OK， 拜拜。送走嘉宾之后呢，今天的悦动首尔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再读两条大家的留言。首先要不然就先 OK， 再读一条。尾号为2667的朋友说，고등학교 때부터 친했던 친구와 항상 같이 여행 가고 싶었는데 약속한 지 11년 만에 드디어 상하이에 다녀왔어요. 내년에는 함께 뉴욕에 갈 예정입니다. 와， 其实我也就是非常想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旅游，希望呢您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好的，那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在节目最后呢，送上我们国振推荐的歌曲一起老去。希望大家明天能够继续守候在 FM101.3 收听由任俊为大家带来的悦动首尔。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那个男孩，那坚持的